如果你养儿就是为了防老，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那是交换，等不等价还两说着。碰到我这么个不孝顺的，您就算赔了。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里，如果一个儿子对着母亲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一定会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千百年来，母爱无私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固有认知，从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直面这份传统亲情背后的现实羁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丁元英是如何解读这份情感的。故事的起因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丁元英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入重症监护室，老爷子命悬一线，救治的代价极高。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便耗尽家财抢救成功，大概率也会成为毫无知觉的植物人。高昂的医疗费，漫长且绝望的陪护，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瞬间压在这个本就不算富裕的家庭头上。就在全家人陷入恐慌，被传统孝道死死绑架，谁也不敢捅破窗户纸直面现实的时候，丁元英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外，平静地问出了一个极其毁三观的问题：医生，那我怎么做才能让我父亲死？这句话一出，直接惊呆了所有人，因为这句话触碰了人类潜意识里最深的恐惧，对死亡的避讳以及对道德审判的畏惧。在我们的文化里，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主流，探讨如何让亲人死亡更是大忌。但丁元英的看似无情，实则是大有情。他剥离了自己作为儿子的不舍，完全站在了父亲作为独立个体的角度去思考。大多数人的不放弃，其实是在抚慰自己的愧疚感，而丁元英的求死，却是为了保全父亲最后的一丝尊严。这种超越了自我感动的爱，才是真正的悲悯。对此，丁元英有一条不可碰触的底线，他清醒地表态：爸还在病危阶段，先抢救生命。爸的左手还有反应，现在还不能确定是病危的无意识还是植物人的无意识。不到确定是植物人的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如果过了病危阶段，确认是植物人了，那就停止交费，我就把氧气管子拔了。现代医学的进步常常让我们陷入一种伦理困境，我们究竟是在延续生命，还是在延长死亡的过程？丁元英给出的答案极其冷峻，却又直指核心。他不排斥尽力抢救，但他把意识和尊严看作生命的底线。当肉体沦为依靠机械维持运转的标本时，所谓的尽孝就已经异化成了一场残忍的暴行。丁元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承受被千夫所指的骂名，也不愿拿父亲的痛苦去成全自己的孝子牌坊。这不仅是对亲情的重塑，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最高敬畏。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人性中最真实的底色往往会暴露无遗。父亲倒下后，家里的大哥立刻张罗着开家庭会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分摊医疗费和后续的陪护责任。大哥理直气壮，要求所有子女必须在金钱和责任上做到绝对的公平。这种看似合理的提议，却将赡养老人、救治父亲这件本该充满温情的事，瞬间降级成了一场斤斤计较的利益分割和契约谈判。丁元英对此嗤之以鼻，他不屑于参与这种走形式主义的算计。在他眼里，真正的孝道从来不是机械的责任分摊，更不是家人之间互相扯皮的功利模样。他冷冷地揭穿了这层伪善。如果我知道咱爹不仅是我爹，也是你们的爹，那就一定会想到分摊责任，否则心里就会不平衡。只要你是个人，就会这么想。我和大哥都在外面，如果秋红在给父亲端茶倒水的时候也这么想，他也是你们的爹，那这碗水就端不下去了，结果就是咱爹喝不上水。家庭从来都不是一个讲绝对理性的地方，一旦亲情开始追求绝对公平的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情感破产的倒计时。丁元英用一碗水的比喻撕开了多子女家庭里最虚伪的一面。那些在病榻前大谈责任平摊的人，看似是在维护公正，实则是在用经济学里的止损思维来算计至亲。亲情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的不计代价和不可量化。当赡养父母变成了一场需要签合同对账本的众筹项目时，那流淌在血液里的温情就已经被铜锈味彻底污染了。秋红照顾父母，将来遗产都是他的。那没有遗产的父母就该扔墙头上了。丁元英认为讲责任就已经错了，说孝顺再加个美德就更错了。真正的亲情是本该如此的自然流露，是基于血缘的本能爱护，而不是拿道德的枷锁去强制要求。没钱的子女尽心尽力去办，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最真实的。一旦把孝顺包装成必须履行的指标，那所有的付出就都沾染了算计的污泥。为此，丁元英提出，原则上父亲所有的医疗费和后事费用由他一个人全包了。他不要求均摊，因为他不想让纯粹的血缘之情沦为账本上的加减法。丁元英把孝顺从美德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还原成了本该如此的血缘本能。这一观点简直振聋发聩，把孝顺当成美德去颂扬，潜台词就是这本不是人该尽的本分，所以才需要去额外拔高和表彰。这反而让尽孝带上了一层表演的意味。丁元英大包大揽承担所有费用，并非为了炫富，而是为了守护情感的纯粹。他宁愿用金钱去斩断亲属间互相推诿的丑态，也要守住血浓于水的那份天然法则。这种对世俗名利的不屑，彰显了他精神世界的高度洁癖。面对丁元英要拔管子的决断，思想传统的大哥彻底被激怒了。他拍着桌子咆哮：就算是植物人，也不能拔管子！
我是长子，这个家轮不到你说话。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不能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这句话彻底暴露了大哥的底牌。他死死保住父亲的一口气，并不是为了父亲能够少受苦，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名声。他一辈子活在街坊四邻的评价体系里，被世俗的眼光死死捆绑。对他来说，只要父亲还吊着一口气，他作为长子的孝道牌坊就稳稳地立住了。这是一种何等虚伪且残忍的自私，为了自己保全名声，不惜让亲人生不如死。真正的孝是站在父母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痛苦，而虚假的孝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表演给外人看。比起坦然放手这种打着爱的旗号去维持的虚假尽孝，才是真正的亵渎。与此同时，一旁悲痛欲绝的母亲也无法理解丁元英，她大哭着说道：养儿防老，他落就落那么个下场，自个儿的亲生儿子要给他把关子，生儿育女还哪个子用啊？于是便引出了全篇最颠覆大众认知也最发人深省的那段对话。如果你养儿就是为了防老，那就别说母爱有多伟大，你养来养去还是为了自己，那是交换。这段关于母爱伟大与养儿防老互斥论的对白，堪称全剧的灵魂一击。父母对子女的爱究竟是无私的奉献，还是一种长线的投资？丁元英用冰冷的商业逻辑解构了传统伦理中最不敢碰触的暗礁。如果生养是为了防老，那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价值交换。既然是交换，就不存在绝对的崇高。他刺破这层窗户纸，绝非是为了否定母爱，而是为了解除绑在两代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只有承认人性的自私，放下道德绑架，父母与子女之间才能真正拥有平等对话的空间与自由。被丁元英怼得哑口无言的大哥，最后气急败坏地使出了杀手锏。这么多年你在外面自在了，我怎么没见你给妈盛过一碗粥，端过一碗水啊？既然是血缘关系的本来，你先本该如此一个让我瞧瞧。面对这句直击软肋的质问，一直舌战群儒、锋芒毕露的丁元英突然沉默了。他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而是坦然且落寞地承认：对于父母，我很惭愧，也很内疚。我不适应家长里短的生活，父母也适应不了我那种生活，这很矛盾。丁元英的沉默与落寞是这个被誉为极品混混的男人最温柔的瞬间。他虽然能在商战中运筹帷幄，能在文化探讨时舌战群儒，但面对父母，他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他深知自己的精神维度已经走得太远，远到连至亲都无法理解他。他的痛苦是清醒者的悲哀，他无法用世俗的方式去爱父母，父母也无法接纳他高维度的爱。这种无法和解的矛盾，展现了丁元英作为一个人而非神的挣扎。他不是绝情，他只是背负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孤独地走在人间的荒原上。视频前的你我，或许很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丁元英那样的思想高度，但这场关于生与死、尽孝与道德的灵魂拷问，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我们常常把孝顺挂在嘴边，但我们真的懂什么是孝吗？是过年过节发在朋友圈里的几张合照，是给父母塞钱时的那份自我感动，还是在父母重病时为了不被亲戚指指点点，哭喊着绝不放弃的道德表演？真正的孝道绝不是刻板的陪伴表演和沉重的道德绑架，也不是功利的责任分摊，它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在父母面临生命终极抉择时，有勇气去体谅他们的尊严，有担当去背负做出艰难决定的痛苦。养儿未必能防老，但真诚的爱与尊重永远能跨越生死的鸿沟。别让虚荣弄脏了亲情的底色，也别让盲目的规矩夺走亲人生命尽头最后的体面。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愿我们都能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自我感动，多一点直面人性的清醒与慈悲，因为血缘的本来本该如此。我们千里迢迢出来是抗日的，可是1、2、2个战区都不要我们，当时真是有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之感呐。王师长，我不要你们感恩戴德，只希望你们这次防守藤县能杀敌报国。请李长官放心，我们122师愿与藤县共存亡，以蜀川军20年内战的罪过。这段对话发生在1938年的春天，那时的国人还未曾意识到这句誓言的背后隐藏着怎样悲壮的灵魂献祭，更不知道这支即将走上神坛的部队，在仅仅几个月前还是全中国最受尽冷眼与屈辱的弃儿。今天就让我们翻开抗战史册中最令人眼眶泛红的一页，去看看那群穿着草鞋、背着破枪的四川汉子是如何用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拼出一条生路的。由于四川长期军阀混战，川军装备极度简陋，士兵们大多穿着单薄的粗布衣裳，脚踩一双草鞋，手里拿的是膛线磨平的老套筒，甚至是抗敌的大刀长矛。他们军纪松散，被各路军阀戏称为叫花子军。他们千里迢迢徒步出川，满腔热血想要抗日保国，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山西战场浴血奋战数月后，第一、第二战区竟然都嫌弃他们。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甚至公开指责川军军纪废弛，不听调遣。微操大师听后愤怒地说道：既然大家都不要他们，让他们回四川，
称王称霸好了。天下之大，竟无这群热血男儿的容身之处。就在川军将士陷入绝望与屈辱的深渊时，徐州会战爆发了。津浦县战局岌岌可危，各路守军节节败退，精锐的嫡系部队多被移驻后方，保存实力。临危受命的李宗仁手下兵力捉襟见肘。就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支衣衫褴褛的川军第22集团军站到了李宗仁的面前，主动请战。李宗仁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欣然接纳，并倾其所有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李宗仁的这份信任对川军而言是知遇之恩，更是洗刷屈辱的契机。川军将领们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们打了20年毫无意义的内战，惹得天怒人怨。如今外敌入侵，他们急需一场堂堂正正的卫国之战，来向全国人民证明川军是中国人的军队。于是122师师长王明章带着他的3000子弟兵走向了藤县。藤县是台儿庄的咽喉，也是徐州会战的最后一道屏障。1938年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正式打响。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悬念的实力碾压。王明章面对的是日军精锐中的王牌，矶谷连介第10师团，日军配备了数十架战机、上百门重炮和大量坦克，而川军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更没有空中支援。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是血肉之躯与钢铁巨兽的直接碰撞，是农业时代的简陋武装去硬扛工业时代的战争机器。在绝对的火力面前，藤县的外围阵地瞬间化为焦土。但让日军震撼的是，这群看似不堪一击的叫花子竟没有一个人后退。外围失守，王明章果断收拢残兵，退守藤县孤城。他令人封死城门，抱定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必死决心。真正的炼狱在街巷中展开。日军的炮火将藤县城墙炸得千疮百孔，城内建筑尽数焚毁。但只要炮火一停，废墟里就会钻出灰头土脸的川军士兵。他们依托着断壁残垣，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子弹打光了，就抡起大刀肉搏，重伤倒地无法站立，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用最原始、最决绝的方式，硬生生地拖住了日军精锐前进的履带。在这里，我们必须审视战争中人性的另一面。在藤县化为修罗场的同时，距离藤县仅数十公里的地方，驻扎着中央嫡系精锐汤恩伯的第20军团。这支部队兵力充足，装备精良，完全具备快速驰援解围的能力。李宗仁数次急电命令汤恩伯火速救援，然而在拍戏倾轧与保存实力的私心作祟下，汤恩伯选择了作弊上官，始终按兵不动。一边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草鞋军，另一边是手握重兵却冷眼旁观的精锐之师。历史的聚光灯在这一刻照出了最耀眼的忠诚，也映出了最幽暗的算计。王明章在孤城中死守了4天4夜，他站在城头望眼欲穿，却没有等来一兵一卒的援军。他知道藤县守不住了，自己和这3000兄弟也都回不去了。绝境之中，王明章向李宗仁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直部王明章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以遂成人之志，仅此急电。这段话字字泣血，句句悲壮，这不是求救信，而是一份慷慨赴死的遗书。1938年3月17日，藤县陷落。城破之际，王明章拒绝了亲兵的突围请求，他拔出配枪，率领残余将士向日军发起最后的冲锋，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麾下的3000余名川军将士，在这座早已化为废墟的小城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没有一个人举手投降，全军覆没。藤县虽然丢了，但这群草鞋川军用3000条鲜活的生命，死死咬住了日军精锐4天4夜。正是这宝贵的4天，魏忠主力在台儿庄的集结布防，争取了战略实践，奠定了台儿庄胜利的基础。战后，魏操大师亲赴徐州吊唁阵亡将士，追赠王明章为陆军上将，题词赞誉，书勋批注，忠烈千秋。直到这一刻，人们才真正看清了这群被轻视的四川汉子。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大人物的庇护，甚至在出征前还背负着内战的骂名。但当民族危亡的屠刀落下时，是他们用最卑微的姿态扛起了最沉重的家国天下。从叫花子军到吴川步成军，这条跨越千山万水的救国之路，是用300万出川将士的鲜血铺就的。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才明白，英雄不是天生自带光环，也没有永远完美的履历。英雄是在凝视过深渊后，依然选择为了家国大义，毅然决然地走向死地。王明章和他的3000子弟用生命完成了灵魂的救赎，也完成了对这个国家最顶级的忠诚。山河无恙，忠魂不朽。如今的藤县早已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当我们走在阳光普照的街道上时，请不要忘记，在8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一群穿着草鞋的四川汉子，曾在这里用他们的血肉为我们铺就了通往今天和平的道路。我是雪韵，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这次津浦会战有把握吗？只要委员长答应我2个小小的要求，我们5战区很可能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只要对抗战有利，就是20条要求，我也是可以答应的嘛。在军浦路作战期间，委员长有什么指示，请直接吩咐宗人，千万不要
可以可以。风萧萧的开封机场，抗战的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面对最高掌权者微操大事，李宗仁竟然敢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当众讨价还价，甚至隐晦地揭开最高统帅的逆鳞。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硝烟，回望这场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看一看先辈们是在何等绝望的烂局中，硬生生打出了逆转国运的战争奇迹。1938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第1、第5两战区高级将领，在河南开封举行军事会议。老蒋刚下飞机，便询问李宗仁对津浦会战有没有信心。李宗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顺势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老蒋不要越级指挥，有什么命令直接通知他。这段话说的极其克制，但在场的所有高级将领心里都十分清楚，这已不是简单的要权，而是直戳老蒋的痛点。蒋介石有一个在军中几乎公开的习惯，就是喜欢越级指挥。他总是喜欢跳过战区长官，直接把电话打到前线的指挥所。就在不久前，老蒋没有通知李宗仁，越级抽调了韩复榘手中最精锐的重炮团。这一举动犹如抽薪指肺，直接戳破了各路军阀与中央军之间那层本就脆弱的信任窗户纸。韩复榘勃然大怒，赌气般的消极避战，不放一枪一弹，将山东的黄河天险拱手送给了日军。最终的代价是惨痛的，韩复榘被军阀枪决，山东全境沦陷。日军长驱直入，而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全部砸在了李宗仁的第5战区头上。因此，李宗仁的第一个要求潜台词也十分明显：我李宗仁可以拿命去打仗，但请你彻底放权，不要再搞内部消耗，不要让前线的将士再重蹈韩复榘的覆辙。大敌当前，面对李宗仁的以下犯上，老蒋纵然心中五味杂陈，这个哑巴亏也只能微笑着咽下。但李宗仁敢于挺直腰杆谈条件的底气，是因为他手中兵强马壮吗？其实恰恰相反。当我们翻开当时第5战区的兵力花名册，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第5战区就是一个最惨烈、最破败的杂牌军收容所。在惨烈的淞沪会战中，李宗仁赖以起家的桂系精锐损耗殆尽。此刻站在他麾下的部队，除汤恩伯第20军团这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外，其余全是早年军阀混战中遭排挤、受冷落的杂牌残部。第1支队伍是于学忠带领的东北军。自从西安事变后，这支军队就像是没了娘的孩子，他们被刻意打散，发配到全国最惨烈的战场当炮灰。这群东北汉子背井离乡，满心悲愤，却无家可归。第2支是川军第22集团军，这支部队装备破烂到令人发指，大半士兵脚上还穿着草鞋，手里攥着打不响的土枪。此前去其他战区，因为装备太差又没有补给，曾被各路长官无情拒收。第3支是刚刚被枪毙的韩复榘的旧部，长官刚被处决，全军上下人心惶惶，如同惊弓之鸟，戴罪立功是他们唯一的活路。第4支是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其中最惨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听着名号是个威风凛凛的军团，其实就是个连建制都不全的空壳子，底下只有5个团的兵力，武器弹药极度匮乏，总兵力勉强抵得上中央军的1个师，没有清一色的德械师，没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大炮。李宗仁此刻就像是一个苦口婆心的老父亲，把这些在过往岁月里结下过血海深仇、被中央军排挤、被世人嘲笑的弃子们，用民族大义的针线将他们缝合在一起。在李宗仁的眼里，什么正规军、杂牌军都一样，国难当头，只要枪口能一致对外，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李宗仁说完这些后，又提出了第2个条件，请委员长放张自忠回去率部参战。当这个名字在开封机场响起时，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因为在当时的舆论中，张自忠的名字是和汉奸卖国贼死死绑在一起的。时间倒退回77事变，当时的张自忠出自西北军宋哲元的第29军，那是一支战斗力爆表且极具牺牲精神的铁血部队。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了保全平津，千万军民免遭屠戮，为了给大部队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张自忠临危受命，忍辱负重留在北平，出面与日军周旋谈判。然而战争的残酷、政治的复杂以及信息的不对等，让当时的舆论全都对准了他，铺天盖地的谩骂向他涌来，报纸上骂他自以为忠，实则汉奸。他百口莫辩，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身败名裂，跌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世人皆骂张自忠，但李宗仁挺他，因为李宗仁知道张自忠是一个怎样的人，也知道第59军是一支不可多得的虎狼之师。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李宗仁看透了人性最深处的那股恐怖力量。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却背负着全天下最恶毒的骂名。此时的张自忠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将领，而是一头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猛虎。他急需一场血战的胜利，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李宗仁要的就是张自忠那颗向死而生的决心。兵法云：哀兵必胜。在民族危亡的战场上，一支为了夺回尊严而疯狂求死的军队，必将爆发出让天地变色、让日寇胆寒的绝对战斗力。听完李宗仁的请求，蒋介石没有过多犹豫，当即应允。张自忠终于拿回了他的第59军。当我们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绝非偶然，它不是老天爷的恩赐，也不是精良武器的碾压，它是无数个被时代抛弃、被误解、被轻视的中国人在退无可退的绝境中迸发出的民族血性。李宗仁的知人善任与洞察人心，张自忠的忍辱负重与以死明志，以及无数穿着草鞋拿着土枪的杂牌军将士，共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那场仗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月无光，但正是这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用最破烂的武器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傲骨，打出了抗战必胜的曙光。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退无可退的国家。我是雪韵，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宋庆龄，这是我的公馆，你们不能住在这儿。如果一定要住的话，就请陈毅司令员给我打电话吧。1949年5月27日，陈毅司令带领第3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上海迎来了全面解放。入城之前，陈毅司令就强调了2条规定：一是市区作战不许使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为了不影响上海百姓的正常生活，20万人民解放军选择了晚上进城。他们入城之后严格执行入城纪律，没有打搅老百姓，而是井井有条地睡在了大街两侧。此时，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表老从此经过，他打开车窗，看到士兵们怀抱钢枪，整整齐齐地睡在地上，心中不由得感慨：蒋介石回不来了，国民党他回不来了。可在解放的那天晚上，还是有几个士兵违反了纪律。他们发现一栋国民党留下的公馆，就想进去住上一晚，结果被一位气质出众的女士拦了下来，而她就是被尊称为国母的宋庆龄女士。她神情平静，态度温和，但坚决地拒绝了士兵们的要求，并告诉他们，如果一定要住的话，就让陈司令亲自打电话。得知了女人的身份后，战士们也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第二天早上，宋先生站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脸上满是欣慰。上海解放了，他再也不用为了战事而担心。站在窗前，他静静地感受着这份难得的自由。一想到上海解放，他心里由衷的开心。于是他决定和秘书出门走走，看一看那些解放军战士。与此同时，团长江来阳赶到了公馆门外，他听说了昨晚的事情，正在严厉地批评他们。我这才离开几天啊，你们一个个就无法无天了。带头的战士低下了头，有些害怕地讲清了缘由。我看这住宅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所以就算你认识几字儿。你看不出里头住着人，这不是空房子。一知道是孙夫人，我们就赶紧撤出来了，马上向团部做了报告。你知道陈司令员在电话里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孙夫人要是不原谅你，你们突击团所有的战功一笔勾销。你江来阳别再想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当得知自己的过错会连累整个队伍时，战士们深怀愧疚，默默地低下了头。就在这时，公馆的大门缓缓打开，宋先生和秘书从里面走了出来。宋先生的出现让江团长心头一紧，他急忙整理了一下军容，快步上前，郑重地行了个军礼，随后率众人向宋先生诚恳致歉，并就昨夜战士们的冒失行为做出深刻检讨，恳请孙夫人批评教育。宋先生看着眼前这些严肃而忐忑的战士，脸上露出了笑容。刚才你们陈司令员来过电话了，夫人的意思一点小误会，犯不着专门跑一趟道歉。也不需要道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回去吧。陈司令给他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在此安排岗哨，以此保证宋先生的安全。夫人，昨晚这几位解放军在这儿站了一夜了。宋先生听完管家的话，他的眼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看着这群为革命奋斗的战士，他表达了最真诚的感谢。辛苦了。没过多久，陈司令和邓公两人赶了过来，他们带着最大的诚意前来道歉。学生陈毅前来登门谢罪。哎呦，陈司令严重了。夫人，这件事说到哪里都是严重的呀。哦，对了，这位是邓小平同志。你好，我是第一次见夫人呢。是的，我们第一次见，但老听说你。陈司令没有推脱任何的责任，主动承担了所有的错误。他再次表示，部队纪律严明，绝非有意冒犯。此次事件是因下级官兵不知情所致，特此登门赔罪。这番亲自到访所体现的重视，以及不回避问题的务实态度，既传递出对宋先生的由衷尊重，也彰显了解放军的责任与担当，也在无形之间解开了这场小误会。随后，陈司令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并问起了宋先生的身体状况。他们了解到宋先生的身体不是很好，而且目前经济也比较困难。于是陈司令与邓小平同志两人商量后，决定向宋先生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是不间断的供给。这件小事也让宋先生看到解放军的真心。此事过后，他决定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宋先生坐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毛主席和周总理带着50多位政要人员亲自来到车站迎接，足以体现宋先生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